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蚂蚁上树了，马云心里踏实了啊。这是一个财经议题，但是我希望用一个讲故事的方法把它讲出来啊。那么7月20号，蚂蚁集团就是原来的蚂蚁金服，那么蚂蚁金服就是支付宝的母公司，大家都知道支付宝，很多人不知道蚂蚁金服啊。蚂蚁金服就支付宝的母公司啊。那么后来他在蚂蚁金服再改名叫蚂蚁集团、蚂蚁科技集团，那么都是一家公司，就是支付宝啊，支付宝的母公司。7月20号啊，蚂蚁集团宣布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那么市场消息，这次蚂蚁金服上市估值是至少是2000亿美元。那么按照这个市值的话，它会跻身 A 股前4，港股前6，超过建行是1977亿美元。那么中金、摩根大通啊，这几家都是老牌的啊，这个券商啊，成为这个蚂蚁金服两地上市的保荐和承销商啊。那么截止，我们讲讲这个蚂蚁金服到底谁说了算啊？截止7月2号马云、谢世煌啊，谢世煌就是原来阿里巴巴的 CEO 啊，马云、谢世煌、阿里部分合伙人和员工，蚂蚁金服的员工和其他关联方，那么合共通过这个2家公司，一家叫君寒，一家叫君澳，2家公司，那么合共持有蚂蚁集团50%的股权。那么阿里巴巴集团2019年的9月以875亿的资本啊收购蚂蚁集团33%的股权，也就是说阿里系就是阿里系的管理层和员工掌握蚂蚁集团至少83%的股权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第3个股东啊，第3大的股东是全国社保啊，社保基金会持有2.97%啊。那么到底这个蚂蚁金服谁说了算呢？啊，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股权的关系啊。那么马云呢就持有君汉的股权1.88%的股权。那么君汉呢就持有蚂蚁集团28.4%的股权，相当于马云持有蚂蚁金服0.53%的股权，这是第一个。但是马云可以行使君汉和君澳2家公司的全部的表决权啊，也就是说蚂蚁集团50%的表决权在马云手上。如果马云再通过阿里巴巴的表决权的话，那基本上马云就完全可以全控这个叫什么？这个蚂蚁集团啊。那么2019年11月份啊，这个阿里巴巴在香港第2次上市的时候，马云曾经解释过这件事情。他当时是这么说，他说在2011年的时候啊，那个马云全资握着的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实体啊，就是一个公司，他全资拥有的一家公司，成为这个君寒和君澳的合伙人。所以呢，马云根据这个合伙人的权益，能够行使这2家公司的股权表决权，也就是说他能够行使这2家公司的投票权，那也就是说他能够控制蚂蚁金服啊，就这个意思啊。
当时呢，马云就宣布呢，就是减持蚂蚁集团的股权，当时是减持不超过8.8%啊。那么减持通过员工激励或者是蚂蚁金服发行的股票摊薄的方式去实现。也就是说，当时的马云的这个股权，就已经不超过8.8%，然后不断的就是融资啊。2015年7月，蚂蚁金服是进行 A 轮的融资啊，筹集资金是18.5亿，当时的估值是450亿美元啊。到了2016年的4月，第二轮 B 轮啊，筹集资金是45亿美元啊，那么估值是600亿美元。到了2018年最后一轮融资，然后不断的加码，最后的融资变成了多少？因为大家都知道要上市了，所有的人都往里面挤啊，最后融资规模达到了140亿美元啊，当时的估值是1556亿美元啊，所以蚂蚁金服其实是不断的在这个估值不断的在上升啊。蚂蚁金服毫无疑问啊，蚂蚁集团啊，是马云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啊，那么为了这块自留地，马云的职业叫什么？职业操守曾经是有一个有被人质疑的地方啊。蚂蚁金服的前身是支付宝啊，大家都知道支付宝是什么？支付宝是阿里巴巴的生金蛋的鸡啊，最挣钱基本上是支付宝啊，支付宝。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马云和谢世煌通过有一家公司叫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集团，这家公司呢，马云持80%，谢世煌持20%啊，那么这就是等于是这两个人的公司啊，以1.6亿元就是收购了阿里巴巴集团下的这个支付宝70%的股权，这是2009年6月份。到了2010年的8月份，再用1.65亿美元人民币啊收购支付宝剩下的30%的股权，就等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集团持有100%支付宝的股权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啊。为什么？原因是在整个的阿里系啊，在阿里系，阿里巴巴就淘宝也好，这个阿里巴巴也好，整个的交易平台啊，其中有一块让这个交易平台能够运行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第三方支付，就是阿里巴巴的支付宝。那么由于它有支付宝这个第三方支付，令整个阿里巴巴的运行才变成它才会壮大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当初阿里巴巴没有支付宝这个东西的话，它整个的阿里巴巴是起不来的，等于就是阿里巴巴就2条腿，一条腿就是电子商务，一条腿就是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阿里巴巴的另外一条腿。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马云跟这个谢世煌把这条腿卸掉了，直接装到他们自己的口袋里啊！装到他们自己口袋里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的理由就是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方支付的这个备案，你不能够是外资，你必须是中国人。所以呢，他们就是由于必须作为中国人的股东才能够申请备案。所以呢，他们没办法，只好把这个股权转移到他们2个人的私人公司里面去啊。那么这是一个说法，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被质疑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提交给董事会通过，他们直接就给办了啊，就是没有像当时股东董事会。主要的股东当然一个是雅虎，大家都知道啊，另外一个就是软银啊，这2个是大股东啊，这2个都是大股东。那么他没有向这2个大股东去咨询，直接就给办了。直接给办了以后呢，
所以为什么马云的这个职业的品格或者是操守受到质疑啊？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向董事会汇报这件事情，也没有征得董事会的同意，他们直接就把这事给办了。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就是雅虎的美国股东啊，在美国起诉雅虎起诉雅虎，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就是保护他们的权益啊，所以这就被称为这个支付宝事件。后来呢，到了2011年的7月29号，阿里巴巴集团跟雅虎还有软银就分别宣布就支付宝股权转让正式签了一个协议啊，就是说支付宝的控股股东，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阿里巴巴集团啊，就是电子商务集团，承诺啊，在上市的时候会给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回报，就是后来的33%的认股权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阿里巴巴在这个，我印象中是我看看啊，2019年9月份以875亿收购这个蚂蚁集团33%的股权，就是根据那个当时的签的这个协议来的啊，签的这个协议来的，就是这样，当时就2011年就承诺了啊。那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马云的这个职业品格是受到质疑的啊。我们现在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啊，马云当初把这个阿里巴巴的一条腿卸下来，那个做法，就是说你当然他这个理由也是很充分的啊，就是说人民银行不允许，我又要做事情，那怎么办？我就先办了再说，否则的话咱们这个生意也别办了。所以呢，但是你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蚂蚁金服是什么？蚂蚁金服就是马云的后路啊，马云的后路啊。2018年9月7号发生了一件事情，《纽约时报》宣布报道马云要宣布退休。9月7号，2018年9月7号，第二天，马云宣布收购南华早报。到了9月10号，马云发布公开信，宣布1年后退休啊。然后马云用了1年时间准备他的离开啊。那么在这1年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很多收购各种各样的动作。马云的戏也很多啊，他在各种场合表达出各种戏码啊，各种戏码，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在这1年期间，马云的各种表现都反映出一件事情：马云舍不得走，马云舍不得离开。当然，阿里巴巴是他的亲生的，这个他舍不得离开，这个非常人之常情啊，非常可以理解。之后就不断的传出什么？传出蚂蚁金服要上市啊，蚂蚁金服各种消息。其实从2018年就开始传蚂蚁金服要上市，一直在传，而且上市地点一直传的是什么？香港啊，香港。但是蚂蚁金服还没上市，这个阿里巴巴就从纽约，它原来是在纽约上市，现在已经2019年的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第二次上市。那么这个时候，马云已经退休了，他甚至没有参加阿里巴巴在香港第2次上市的上市仪式啊，没有参加。等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完成之后，蚂蚁金服上市的消息就慢慢的变得明确起来了啊，就基本上就好像大家都好像踏实了，感觉这种啊。那么现在啊，就是7月20号，蚂蚁金服就蚂蚁集团宣布在香港上市，在上海创业板上市啊。但是在香港上市其实一直在传啊，但是在上海上市之前是没传过的啊。那么中间有什么奥妙吗？中间是有一些奥妙的啊，
那么当初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时候啊，在纽约不是讲的不这一次啊，在纽约上市的那一次，里面有很多股东啊，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那是一个盛况啊，盛况。那么阿里巴巴的股东里面啊，除了这些风投以外啊，还有很多什么当时的权贵二代啊，权贵二代就包括哪些呢？包括江时代的权贵，包括胡时代的权贵啊，都在股东里面啊，股东里面。那么当时这些权贵二代支持马云，支持阿里巴巴，那么他在阿里巴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这些权贵给马云提供了政治保障啊，政治保障，马云也顺风顺水成为这个首富啊。但是这些权贵二代，我就不具体不说名字，大家上网搜一下都知道啊，我不说了啊。那么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呢，这就成了马云的政治包袱啊，马云的政治包袱。那么有很多传言，就是关于马云退休这件事情，很多说法啊，有说跟中美贸易战有关系的，有说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法跟那个南华早报都有关系的，各种说法都有啊。那么我觉得跟这个权贵二代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要洗出去啊，关键是要洗出去啊。那么马云跟原来的政治权贵的这些关系让现在的权贵不高兴啊，那肯定要换人，不换人的话，怎么把这些权贵们赶出去，换上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马云的退休，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原来的这些关系啊，影响了他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马云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能混到今天的地位绝不简单。所以呢，我是觉得啊，马云当时答应退休，肯定也是形势比人强，没办法。但是呢，马云退休肯定也是有条件的，他也不那么容易就直接就我说让我撤我就撤了，也没那么简单。我觉得马云从阿里巴巴退休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蚂蚁金服上市啊。那么当然大家互相拿呗啊，你让我上市我就退休，那边反过来就说你不退休就不让蚂蚁金服上市。为什么？蚂蚁金服是马云自己他能控制的公司。老实讲，在阿里巴巴那么大的一个集团当中，马云的股权那么少，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当然，这里面现在涉及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原来的这个合伙人的制度啊，合伙人的制度，它其实延续到哪里？延续到了这个蚂蚁金服啊，用蚂蚁金服，他用2家私人公司的方式来控制蚂蚁金服啊，是这种方式。当然，我相信蚂蚁金服里面，它有一些股东是讲不清楚的，没有讲清楚的。那么这个没有讲清楚的部分是什么？肯定是新的权贵吧，我是这么理解啊，我这么理解。所以呢，就是说条件应该是马云退休，蚂蚁金服上市，马云退休，然后马云阿里巴巴再从美国上市，再去香港上市。那么蚂蚁金服上市，其中有一个为什么要在香港上市？为什么这些富豪的上市公司要么在香港，要么在美国？为什么？很简单，容易套现呐、要不你怎么钱出得去啊？对吗？现在蚂蚁金服上市，还有一个，它一定没那么痛快的地方是什么？没那么痛快的地方就是在上海也上市，在上海也上市肯定是个条件啊。帮助上海创业板提高，帮个忙啊，这就是条件之一。这里面所有的这些安排都是有条件的，不会无缘无故的，背后有一大堆的利益在这里头。当然，对马云来说，
蚂蚁金服只在香港上市最好，因为它所有的股权都能变现。但是如果你不在，你又在上海上市的话，我这股权我卖了，我还是人民币怎么办？所以，但是没办法，形势比人强，所以又在上海上市，又在香港上市，那虽不满意，尚可接受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从马云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什么？可以看出这些富豪们其实他们的这个地位是多么的脆弱啊！别看你是首富啊，要折腾起你来真的是一堆的事儿。我最近最疯狂在网上疯狂传的是什么？刘强东啊，刘强东疯狂卸任啊！从19年10月份开始，刘强东开始这个各种法人啊，一共有50家公司的法人代表、CEO、董事长全部卸任啊，卸任。然后谁来接呢？叫徐雷，那个人叫徐雷。徐雷是谁？徐向前的孙子啊，红二代、红三代啊，红三代。那么我经常给人问这个问题，说刘强东这个事儿跟这个马云这个事儿怎么比？这两个事儿不能比，为什么？刘强东持有刘强东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持有京东16.2%的股权，外加80%的投票权。也就是说，虽然他不是 CEO， 他不是董事局的董事长，但是他在这个京东有80%的投票权。所以在他的地位，他在京东的地位无可撼动。徐雷是什么？徐雷是刘强东解决他叫什么？刘强东其实是蛮尴尬的啊，前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对他不利的各种事件，其中包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强奸案啊等等，然后他应该有很大的压力。那么他退下来，退居二线，在幕后然后找一个红三代出来做 CEO， 顶住这些雷。这个人既然是红三代，那他肯定有政治资源，那就在前面顶着呗，应该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跟马云不同，马云身上牵扯的巨大的利益，各种各样的利益都在马云身上，马云不退，各种利益没办法协调，只能让他退，所以让他退是一个政治结果。刘强东是什么？刘强东让徐雷去前面顶雷，他躲到后面去，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策略，两件事情完全不同啊，两件事完全不同。大概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就说了啊，蚂蚁上树了，马云心里也就踏实了。为什么？因为蚂蚁上市啊，蚂蚁上市，马云的最后一块资产可以变现啊，它能够变现意味着什么？他一直，你想一下，马云在阿里巴巴当中，他的权益一个在纽约上市，一个在香港上市，他是能变现的，他手上的股权全部都能变现。那么他有一块就是蚂蚁金服，那蚂蚁金服没有上市，它不能变现，所以它不能乱说乱动啊。等这块利益变现了，然后这家上市公司成为一个巨无霸的时候，马云又是一条好汉啊，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吧 ？OK，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我们今天点赞少点，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点赞啊，这个我们需要点赞哈。好吧，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看看，好，明谢一下 ，Mike 猪，谢谢
三门高，谢谢啊，Ben 超，谢谢 Ben 超，谢谢。好，提问，那我们进入互动啊。提问：王先生觉得未来中国社保会是什么样的走向？社保啊，社保现在的问题很大啊，问题很大。为什么？社保中国有32个省啊，32个省市自治区啊，应该是我现在手上的数据，应该是有18个省的社保入不敷出啊，入不敷出。入不敷出的原因是什么？入不敷出的原因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老龄化，老龄化的情况非常严重。老龄化的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交进去的钱没有领出来的钱多，就入不敷出啊，这是社保的一个现象，就是老龄化。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人口流出，就是说年轻人跑到别的省去了，比如说跑到广东去了，或者跑到浙江去了，跑到上海去了，去那边打工啊，那么他社保就在当地交。那么剩下这个省大量流出年轻人的省，那就入不敷出，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有18个省的这个社保入不敷出。那么入不敷出怎么办呢？地方政府要往里填，它中间的窟窿，地方政府往里填。如果说地方政府不往里填的话，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没办法发退休金。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越是入不敷出的省，它的经济越困难。那么结果导致的是后果是什么？就是经济越困难的地方，越发不出退休金，越报销不了。所以你看，听说传言现在没有正式官方的消息，但是说我至少听到2到3次啊，讲这个黑龙江哈尔滨啊，在他们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医甲的医院倒闭啊，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倒闭的原因就是社保给不了他钱，他就倒闭了。为什么社保给不了钱？黑龙江是什么？黑龙江就是社保最严重入不敷出的一个省，就是黑龙江。黑龙江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他的社保给不了钱给他，给不了给钱。医院一大块的收入来自哪里？来自社保，因为大家都在用社保看病，用社保看病，可是社保又没办法把他钱给他，他不就倒闭了吗？就是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各地，特别是那经济困难、经济紧张的地方，他开始干什么呢？开始削减退休金，开始削减退休金的这个支付。就原来这个退休，这个根据他的工资标准，他退休金应该有6000块，哎，他现在给他多少？给他4000块，就这么给，就这么削减。是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已经推行了。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社保的问题。所以社保这个走向，现在经济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是有问题的啊。社保，但是它各个地区的情况又有差别啊，有差别。问题，我就是国内淘宝业主，淘宝和天猫60%以上全部都是刷单，数据。销售额大部分是假的，为什么没有公司做空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也不是没有人做空，只不过呢，阿里巴巴实在是太赚钱，所以做空阿里巴巴是成功率不高，所以估计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你刷单刷着刷着，现在追你税你才惨。就是拿着支付宝的数据找你，你看看你这个去年销售、前年查3年的税，现在很惨的是这个情况，这是最惨的，就是在这些网店啊，情况可以做空，浑水公司就职业做空，但他们做空需要很多的实地调查，阿里巴巴的内部数据很难拿到吧？做空我觉得。中国有那么多中概股啊，那么多作假，
阿里巴巴也有人质疑它作假，特别是这个光棍节啊，11月11号的这个光棍节的数据啊，有人认为是我们去年就有人提出来，这阿里巴巴的数据符合完美曲线的那个点，而且别人都预测那个点就是多少，结果出来的真是那么多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阿里巴巴有没有作假？阿里巴巴有人质疑它作假啊，有没有人做空？我觉得做空这件事情不容易，中概股那么多作假的，那太容易做空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舍难取易吧，对吧？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提问：相对于之前党内元老对一系列习个人崇拜的反对，比如梁家老和插队成为微博敏感词。那么近日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是否表明习的政权更稳固？元老院就算不满也无可奈何。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其实讲了你说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今天就不打了，好吗？我不觉得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啊，是另外一个意思，好吧？你去看一下，我就不重复了啊。观点回答一下上面的疑问。王健林的万达发家起于辽宁，与前朝皇储薄熙来关系甚厚，算是被政治清算。他不算，薄熙来不算皇储啊，薄熙来从来就没有被当过接班人啊，他有这个想法，但他没有被当过接班人，所以他不算皇储，好吗？情况：母亲半个月前去了秦皇岛，和我说，所有去秦皇岛的旅客单独安检，而且非常严格。我们猜测领导可能早就在北戴河了。北戴河会议今年开吗？我觉得不大好开吧，我自己理解啊，我自己理解。今天上午也谈过这个问题啊。观点：阿里巴巴收的平台交易费，就算你刷单，它交易费照收，刷单并不影响阿里巴巴的收入，非常正确。它基本上是刷单跟它不影响它收入啊。提问情况：我在北京、深圳有几个朋友在银行工作啊，不止一家银行。从3年前开始，他们就陆续收到上层的通知命令啊，未婚或已婚未生育的都必须被派到香港去工作5年，要不然就直接开除。很多人被迫和爱人分离，有的未婚的男女朋友就只能分手，因为另外一半也有各种原因不能跟到香港去。估计 CCP 那个时候就开始策划慢慢占领香港了，就算香港本地的人才流失了，大陆也能强制补上。这么深厚的派到香港去工作，移民香港吗？工作5年，银行派到香港去工作5年，那你不能够那你也只能派到中资银行去吧？那中资银行也没有多少人啊。这个香港本地人才流失也能够强制补上，那不一样，那真的不一样啊，那差别很大。那如果可以工作5年就能补上这个人才，而且就算你在银行工作，你也只能在那几家13家中资银行工作，其他的银行怎么办呢？这个能成立吗？我觉得这个成立不了啊，这个成立不了。观点：中概股后面都有中国国家级大股东坐庄，一般空头分分钟被挤爆。中概股也不是都有大股东、大庄家的啊。那浑水，我印象中他做空中概股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啊。
成功率还是蛮高的。被挤爆的，他好像我印象中浑水失败过2次。我们上次做过啊，浑水做空的是首先做空的是谁？最近一次就是叫什么咖啡来着？哎呀，我这嘴边上不就是被做空的嘛？就直接揭露他作假嘛，财务作假，那不就做空他吗？对啊，就是这样，有做空的啊。没那么邪乎啊，没那么邪乎。提问：中共现在能套取美元的主要途径还剩多少？你能再问一下吗？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中共能套取美元的主要途径，你想问什么？你直接说出来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啊。情况现在网易新闻里面都在打香港人才引进的广告。OK。提问：马云退位后，阿里巴巴掌握在权贵手中，日后是否会迅速衰落？阿里巴巴现在也不在，阿里巴巴有马云已经安排了接班人啊。那么现在阿里巴巴在马云的接班人手里，马云虽然退休了，但是马云还是有投票权的啊，他的投票权仍然是很重要的，所以。马云虽然退休，阿里巴巴不一定在权贵手里，权贵也不会去掌握一家公司。为什么？那么累的事儿，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所以我不觉得权贵会亲自去管这家公司，他肯定是找代理人来做这件事情啊。情况：上期王先生提到的广电总台，确切的信息是，广电总台全称是中央广电总台。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3家原来广电总局直属的中央3台合并而来。台长盛海雄习近平马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其实是一家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电台，一个广播电台，2个合并啊。你刚才说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实际上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另外一个牌子啊，另外一个牌子，其实还是一套人马。那么盛海雄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啊，翻过来这个说反了，应该是中宣部副部长盛海雄兼任总台台长啊。那么。中央广电总局实际上归中宣部直管，已经跟广电总局没啥关系了，这也是习抓媒体的一个手段啊，是这样的啊。广电总局管不管广电总台呢？当然管，管什么呢？业务上管什么？管人事、管经营等等等等，全管，就是它是它的直属。中宣部管什么？中宣部管宣传方针啊，所有的宣传方针，中宣部在管啊。那么中宣部管所有的媒体都归中宣部管，就是中宣部有超越的地位。广电总局是政府序列啊，政府序列。那中央电视台也好，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好，它是个新闻单位，所以它的行政管理是。这个广电总局在管，那么宣传方针由中宣部管，这2个不一样啊。这是怎么说呢？一个是管业务啊，一个是管行政，理解了吗？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习抓媒体需不需要抓？全是他的啊，那全是他的人，都是他的人，基本上现在。情况：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个留学生，他父亲是安徽省合肥市部队后勤部的，应该是个官。有一次我们吐槽澳大利亚东西贵，他觉得还好啊。了解下来，他爸爸1个月给他汇8000澳币生活费。我顿时惊了，那是很有钱。部队的啊，部队，所以我经常讲，部队的腐败是地方的10倍。乘以10啊，就是这样啊。情况：东北每年人口净流出几十万，都是年轻人有追求的，
不想混吃等死的，留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公务员。情况是这样。对，没错啊。提问：王老师，像马云这样需要和官场勾兑，那中国所有的生意是不是都要和政府勾兑？小生意会不会好一点？比如北京那些小型的互联网公司，豆瓣啊、果壳啊，或者国内的一些个体投资房地产，像欧神这种。之前国内有句话，穷干互联网，富学金融，官二代进国企，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穷现在干互联网也没用了，为什么？那互联网原来是什么？互联网原来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因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市场空缺啊，那么很多人能够掌握到这个市场空缺，然后他就建立一个商业模式，他就成了。比如说京东啊，当年就是京东，刘强东当年也就是在北京叫什么那个楼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就是市场有很多机会啊，那么大家你没什么钱都能干，都能干出来，都有机会干出来。啊，当然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运气好，碰见有人看中你，愿意给你钱，你能够成啊。所以以前讲穷干互联网有它的道理，但是现在其实10年前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顶部优势已经形成了啊，顶端优势一形成之后，像 BAT 啊、阿里巴巴啊、腾讯啊、这个百度啊这些，他们这些大的公司、巨大的公司，开始把什么呢？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创业啊，想到一个商业模式，我把它做成了啊，做成这个腾讯一看，哟，这个商业模式不错啊。他就在他的平台里面加一个小小的模块，就把你替代掉了，你的生意就完全崩溃了啊，完全崩溃了。然后他只要有一个小小模块，咵，他生意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流量，你没有流量，你要去推广，他不需要推广，他只要加一个模块就够。所以慢慢的什么呢？慢慢的穷干互联网也干不成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空间和机会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马云需要跟官场勾兑啊，其实不是马云要跟官场勾兑，在中国你要把这个生意做大，都要跟官场勾兑。原因是2个，第一个，不管什么生意，就是第一个，政府拥有资源。啊，就政府把市场资源都拿到手里来啊？为什么？因为他有权利啊，有预算啊，特别是这些年经济发展，政府手里很多的钱啊，那么他通过很多方式把资源拿到手里，所以你要做生意，你绕不开政府，你必须跟他勾兑，你才能拿到他的订单，所以全部都是你必须靠他才能发起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需要依赖它，你才能获得市场资源，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不跟政府勾兑，你不跟官场勾兑，他就来找你麻烦。你需要找个勾兑之后，找一个人来保护你自己，就这2个原因。如果这2个原因，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做不大。为什么？不断有人搞你。搞得你搞不成为止，所以在中国做生意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不多吧，你做过亿的生意啊，你必须勾兑啊，不勾兑你是做不到这个生意的。互联网更要勾兑，为什么？那现在是这样，互联网的资金从哪里来？从2个地方来，一个是外资啊，一个是母基金。母基金是谁的？政府的，还是要勾兑。提问：首先感谢王先生客观冷静的实时分析，想问一下，明天系事件和港版国安法推出是不是一系列的组合拳？港版国安法跟明天系有关联吗？我没有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观点是的 ，BAT 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和流量优势，可以轻松的吃掉小公司。就像王老师说的，微信只要加一个小程序就能取代你的整个 APP， 就是这样。建议各位朋友别动不动说别人五毛，实际上大陆很多套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所以我们才在这里听王舍解惑。是的，我在这里要讲一下，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做的不够好。所以我要跟大家，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国内的朋友，特别是生活在国内的网友，包括我本人，会有很多的惯性的思维。为什么？洗脑洗了这么多年，有些东西是改不掉的啊。那么包括视野，包括思维模式，包括路径依赖等等这些条件。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讲出一些墙外的网友看过去觉得不那么顺眼的话啊，这个很正常。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要宽容啊，宽容，就是不要轻易的说别人五毛，包括我本人，我自己也要检讨啊。因为今天有一个网友来找我，跟我谈这个问题，说王先生，我觉得你有很好的看法，有很好的见解啊，但是呢，对国内的网友要宽容一些。他跟我讲了几个例子啊，我听了以后我非常震撼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之前有些时候大家也理解我啊，因为实在有太多的五毛在攻击我。啊，所以我经常处于一种防御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啊，看到一段这样的话，我一看，你这就是五毛嘛，我会这样看。但是我现在这个网友提醒我之后，我心里也是觉得心有戚戚然。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在不经意当中伤害了很多网友啊，这不是我想的啊，这我没有想到啊，这我没有想到，所以我在这里我也跟大家，首先我提醒我自己啊，我也请各位网友也注意，就是我们尽量的对墙内的网友尽量多的宽容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也不是他愿意做到这么做的啊，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宽容。所以我觉得这位网友提出来的非常的对啊，我们这是一个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尽量的和谐啊，当然一定会有五毛来捣乱，但是大家保持一个宽容的心，尽量的不要伤害墙内的网友。其实不容易啊，翻墙出来，那么其实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心，让自己能够觉醒，让自己能够看更多的世界，让自己不被洗脑，他是想有这样的意愿，我们要成全他们，好不好？就是今天我特别讲一下这样的话，因为我肯定做过很多伤害这些网友的事情，因为我是比较尖锐的，大家知道啊。但其实不是我不宽容，我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今天网友来找我说这件事情，我很震撼，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提啊，我希望广大网友也经常给我提醒我，我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尽量的。能够，我希望的是，这是一个什么平台？这不是我个人的平台，这是大家的平台。我们在这里一起相处，然后能够有所得，好不好？啊，情况以前开过一个500平的餐厅，片警没事就来吃白食，不吃饭就来抬啤酒，这在北方实在是太正常了啊，太正常了。南方好一点啊，南方好一点。观点：中国的生意都躲不过盘剥，大生意有红二代、三代关照，小生意有县管盘剥，底层公安、消防、工商、税务等等，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天会平静的啊，永远都是有人来找你麻烦。观点：不管离开中国多久。在用语上还是一样会用同志、清算、解放、斗争、领导等等这样的词语，这是不是也算某一种程度的被洗脑很深的呢？
这是对，这就是生活的烙印，这就是生活的烙印，会的啊，改过来不容易的啊，所以大家都宽容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啊。提问王先生怎么看待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的成立？我们上个节目讲了一下，我就回应一下吧啊，简单的说，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是基于外交部的一个研究机构成立的，外交部现有的一个研究机构成立一个这样的研究中心，那当然是肯定就是外交部长王毅拍习近平的马屁啊，拍他马屁成立一个这个研究中心，但他其实这个研究中心并不完全是仅仅是为了拍马屁啊，因为在王毅的讲话稿当中，其实讲的非常清楚，有一条就是习近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啊，这是一个定位来的，这是现在中共对习近平的定位，这个定位跟谁有点像？跟毛泽东思想有点像。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现在习近平已经定义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跟毛泽东思想差不多，那就成为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习近平就是中共的指导思想。那么指导思想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全党各个领域工作的指导方向，那不就成立一个这样的中心，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所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准备做的事情就是把习近平放上神位，叫什么？这就叫个人崇拜，这就是个人崇拜的一个工程啊，这就是其中一个部分。我们上一期节目讲的比较充分一点，大家有空可以看上一期节目，就是讲这个网易的站台，讲的就是这个，好吗 ？OK， 观点：墙内外认知度偏差，完全理解，但就是有被共匪敲鼓吸髓，还自我感觉爽的自干五，必须要打。那么是，那当然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要很清楚的看明白，有些五毛，有些自干五啊，那的确是不能够姑息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大家尽量的宽容啊，对墙内的网友宽容，但是五毛是另外一件事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轻率的把对方称之为五毛啊，好吗？包括我本人啊。情况今天和国内的父母通话，说了句也就中国这个德行，父母急忙说话小心小心，我们是好公民。父母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深知其中的厉害啊。文革把中国人已经打服了啊，叫打服啊。打服的意思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啊，你不小心，他不高兴就会把你打一顿啊，就这个意思啊。提问：顶层资源被少数人掌控，市场模式被垄断或者盗取，中国的市场是不是已经成了阶级固化？我不觉得中国离阶级固化还远得很。再过几十年再看吧，中国还远离得很。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整个的社会是金字塔型啊，当然毫无疑问，最顶端的那部分是固化的，就是中共的那些红二代啊，这些是固化的啊，那真的是一直在金字塔顶端，底下的人，但是底下的这部分没有固化，都不可靠，所有人的地位都不可靠。什么中产啊，什么高官啊，都不可靠，就是顶层的那个红二代那一小撮是固化的，你没办法，你不是红二代，永远都成不了红二代，就这个意思。红三代、红二代，你永远成不了，那跟什么有关？跟血缘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成不了的。但是下面的这些，你别看你是省委书记，明天就接下球。所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就大概，所以中国不存在，目前中国是不存在这个阶级固化的啊，这个流动的非常的剧烈，
这个阶层性的流动，那么地域上的流动啊，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各种流动，非常的剧烈，应该是史上最剧烈的时代啊，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形成阶级固化。你看王健林当年多牛啊，是不是？结果怎么样？掉下来了吧？原来是首富掉下来了吧？固化嘛，没固住啊！你看香港就是固化，看日本就固化啊，就是固化就稳定。这有些行业一家店开了3代4代还在开，那就是阶级固化。你在中国看过超过30年的店吗？我是没看过啊。情况新闻来源：青岛新闻网官方账号。肖先生在青岛农商行平度支行存500万美元，被莫名蒸发。肖先生想查个人账户存取记录，银行回复个人无权查看，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利。这不就明摆着抢劫外汇嘛？想骂脏话。还是那句话，不要把钱存在这种地方。你有500万美元，你为什么不存外资银行？对吧？为什么要存在这些银行里面？这些什么农商行什么情况？乱七八糟的啊！这个，首先我要批评这个肖先生，当然我同情他，但是他也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们的钱要想清楚放在哪里。现在第一个，不要买，不要去投资啊，什么炒股票这些都不要干，买房子都不要干啊，就是现在是个乱世。乱世呢怎么办呢？你就不要怕通胀侵蚀，就握着现金，比什么都强啊，最好是握着外汇。那么你可以买一点国债，这个可以的，但其他都不要买了啊，我建议就是这样，保守一点。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我们要小心发生的情况，就是这位肖先生的遇到的情况，就是一看哟，这农商行利息高，把钱放那去了，结果1分钱都没有了，变成这个情况啊。观点支持王老师，听了你关于五毛的看法有感触，您的观点客观中立，本来我思想容易极端，但感觉慢慢在受您的影响，客观公正，判断要有理有据。王老师不容易，网友也很棒，大家一起加油，非常对。就是我希望的是大家一起加油啊，而且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好不好？建议王老师可以考虑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着有点头晕，镜头聚焦太近，有一点小建议。好的，好 ，OK， 好，明谢一下 ，Alice Lee， 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我最爱的烧仙草，谢谢。红花配绿叶，感谢王老师。本人前几年一直忙着在国内谋个好的生存，四处碰壁也满怀希望。疫情一来如梦初醒，感谢王老师半年来的陪伴，让我看清事实。希望王老师坚持做节目，对大家很有益处。感谢你的肯定和支持，谢谢。TT 谢谢 Melrose One 谢谢打卡澳洲，今天迟到了，太不好意思，支持王老师，谢谢你啊。阮光能谢谢 LL 谢谢王舍的新缸子很过瘾，之前觉得每次都看你干杯，以后能多喝几口。我是因为不想倒水，大家知道我一讲话就口干，所以我就要喝很多水，一场节目很大的，干脆搞个大缸子吧啊，是这么想啊。闪电233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小咖啡，加油，谢谢。Daniel 梁谢谢。India Linda 黄谢谢，贺霞谢谢，非常感谢。归人111谢谢。情况党章第9条，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要求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组织备案。所以看起来退不退是个人的选择。OK， 哎呦，真的吗？啊，这个我要看一下啊，谢谢提醒，谢谢啊。观点：轻率称对方五毛，有很多是五毛在角色扮演，故意撕裂族群。台湾网络的讨论区便是五毛会同时骂
对方是五毛，阴粉、阴分、科粉、科粪啊，就是想搞乱台湾社会。识读能力上，先撇开扣帽子的称呼，注意对方的观点铺陈，查证和判断消息来源，有时更重要。非常正确啊！五毛会做很多的，会演戏啊，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来演戏，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啊。我有的时候比较尖锐，其中有个原因也是斗争形势比较激烈啊，所以才会有比较尖锐的一个做法啊，这跟五毛是有关系的啊。那当然，不管怎么说，我都认为我们尽量的对墙内的网友尽量的宽容一点会比较好，好不好？好，谢谢啊，产 Claudia，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